大家好，我是大蜡烛。你最近一次坐高铁是去哪里呢？未来我们最常坐的高铁线路有没有可能再缩短近一半的时间呢？今年国铁又出了新的规划纲要，要在2035年前实现国内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通高铁，总里程数会再翻一番，直接把国外的铁路公司吓哭了。不过国内也经常有媒体担心高铁负债过高，要警惕疯狂高铁后的巨大债务风险。虽然京沪高铁3天就能赚1个多亿，但也远远补不上多数线路的亏损。如今高铁已负债5万亿，接下来还要越建越多，高铁如何盈利？这个问题看似是世界难题。那本期我们就聊一下，为什么高铁的负债问题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中国高铁的快速崛起又曾暗含哪些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大国博弈？当中又有哪些经验值得其他行业借鉴？未来能源革命的到来，高铁又会给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变迁呢？其实在40多年前，我国铁路与外国的差距远比大家想象的大。在1978年时，我国能够正常使用的线路中，仍有4%用的是蒸汽线路。是的，上面跑的都是冒着烟柱的蒸汽火车。当时全国拥有1万台火车头，8000台是蒸汽机车。怪不得我们有时看抗日神剧，人骑自行车都能追火车，就是飞起来稍有点不正常。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的火车平均运行的时速是多少呢？只有40公里，启动时更是格外的慢。2002年这个速度也只是涨到了50多公里，而70年代日本新干线已能跑时速210公里了。这样对比下来，人家确实也是够科幻的。当时的日本无论哪国的领导人去访问，都要给安排做一座新干线，哪怕在他们国内飞机命运更快也安排做新干线，主要是为了展现实力。到了2014年，日本国内做调查，评选2战后影响日本最重要的发明创造，选了100件，方便面排第2，新干线排第1，可见他们有多重视这技术。而且很早就掌握了高铁技术的还有德国、法国、加拿大的国家。中国火车何年何月才能赶上西方的呢？我们国内铁路压力最大的时候，里程数仅占世界铁路营业里程的 6%， 却要承载世界铁路 25% 的运输量。更恐怖的是，我们每年还有个春运，在火车不充足时，春运有多难呢？我也是从书上了解到，90年代初的春运，很多车厢都叫闷罐车，一节车厢里最多要塞上300人，这画面我都想象不出来。列车员会在检查旅客安全后，将车厢铁门拧死，以免有人中途想透气被甩下去。因为车厢人太多，想去卫生间都是无法移动的，大家只好在黑暗中解决。所以当时列车的地上也会特意铺上稻草。曾经有一年春运广州站瞬间涌入200万人，在火车站广场每平方米都要站8人以上，几昼夜动弹不得。为了快速送走200万旅客，很多工作人员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铁道部下了死命令，客运员每人每天休息时间不得少于2小时。当年有的客运员回家后鞋子直接被踩变形了，袜子也只能用剪刀一块块剪下来，因为和血肉模糊的脚粘在一起了。最终还是做到了在大年30的上午，广州站的200万旅客全部被送走，广场上空空荡荡。在很多工作人员直接倚着栏杆睡着后，不少媒体的年轻记者当场泪目，写道说：“你们创造了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只靠列车员和火车站工作人员的勤奋，显然解决不了这个现代文明史上1年1度的人口大流动。”事实上，世界上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无不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不过这么短时间如此大规模的动，除了我们各个文明不曾有过，放在别的国家肯定直接把国家搞崩溃了。实际上，春运的挑战到今天仍是存在的。在03年没高铁之前，运输压力更大。当时我们搞高铁都面临哪些挑战呢？一缺技术，二缺钱。从哪里搞钱，要不要用民间资本，甚至要不要私有化，都讨论了好久。但如果我们看历史，铁路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美国刚建铁路时，铁路公司全是私人的，美国铁路私有化甚至是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源头之一。在150年前的首富范德比尔特也是游戏铁路大亨的原型，他个人靠铁路赚取的财富，按照在当时 GDP 所占比例来算，比今天的首富比尔盖茨多了。1877年他的个人资产比美国财政部持有的资产还多，最多时全美 40% 的铁路路线都是他控制的。很多桥也是铁路公司造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决定线路经过哪些城市来影响一个地区的兴衰，亦或是专门调节某些行业的运费来决定一个行业或者公司的命运。比如洛克菲勒27岁刚做石油厂时，亏损都快倒闭了，只是个人不多的小公司。范德比尔特跟他签了个独家运输石油的协议，买了一口。短短5年后，洛克菲勒个人财富直接全美前10了。另外，钢铁大王卡耐基前半生也一直在干铁路，所以福布斯美国史上15大富豪前3名都直接或者间接靠铁路赚到了钱。当时为了达到垄断线路的效果，
范德比尔特动不动就封锁铁路、封锁大桥，以达到给别的公司造成压力的目的。别的铁路公司股价一下跌，范德比尔特就会迅速吃下市场上疯狂抛售的股票。所以美国市场最早的恶意收购方式也算是这个铁路大亨发明的。铁路大亨发家的时代也是人类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时期。当然我们也有部分铁路曾用过特殊的经营方式，比如广深铁路就是一条非常特殊的铁路，最开始就有很强的试验性质。它的经营方式是特殊的，是一个在纽约、香港、深圳3地上市的上市公司，所以它并不同于带有很强公益性质的普通国有铁路而是带有很强的经营性质。但是也许多数人对广深铁路公司的评价也不是那么的完美。当然在国内真要靠民间资本建铁路也不太可能。咱们近几年每年投入到高铁建设的钱是8000多亿，这是什么概念呢？去年腾讯的利润是787亿，阿里是696亿。假设这8000亿都从民间来，相当于需要10几家这样的巨头公司把一整年赚的钱全投入。我们国内铁路花钱多的原因很多首先地形本身就特殊，要在3级阶梯上完成那么多铁路，黄土高原、冻土地带、喀斯特地质地带都很难去施工，很多地方甚至要建成这种螺旋状的。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初期想要快速发展，只能引进国外的技术，但03年拥有技术的国外巨头们全部都是既想吃下中国市场，又想让我们承担天价的技术引进费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当03年我们决定要跨越式发展高铁时，相关部门先是寻找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论证并撰写铁路跨越式发展的经济意义。但当我们03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通过了之后铁道部并没有对外大力宣传，在私底下拼命的工作，开始四处游说，采取铁道部与地方政府各出资 50% 的方式共建铁路。最忙时2天时间就能完成跟3个不同省区的会谈，甚至后来有的地方出资比例能达到 70%。 不少国内精彩故事我们不多讲，讲一下我们与国外巨头在技术引进上究竟是如何博弈的。前面说过03年我们缺技术，需要与外国合作，而西门子公司曾经对一些关键技术转让费曾要价 3.9 亿欧元，后来被铁道部砍到了8000万。这个传奇式的谈判也是国际商业谈判的经典，最终也被写入08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课程教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我们国内高铁产业的某操盘手办公室在未引进技术时就定下了要做到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3级路线，就是先买别人的技术。可当时我们也是有大量自己的铁路装备工厂的，要直接买别人的，自己该怎么办呢？而且我们不同的场合国外巨头去谈买技术也会比较弱势，周围充满了质疑的声音。国外公司面对我们的市场更是摩拳擦掌。当时掌握和代表着当今世界高铁技术制高点的3大集团，分别是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跟我们国内的小厂比优势太大了。但铁道部技高一筹，先切断了一锤子买卖这种方式。首先规定，任何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巨头必须与指定的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另外还设定了个考试环节，当合同执行到一定阶段时，铁道部将会对我们的企业以及工人是否掌握了技术进行效果评价，如果没掌握就不给国外结算钱。这个考核还是很严格的，相当于只要我们的学生学不会，老师就得永远教下去。即便如此，3巨头别无选择，只能走在铁道部事先规划的道路上。因为当时全球各大咨询机构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高铁市场。接下来就是更精彩的环节了。针对3家竞标公司，我们在任何一个技术领域都只给了2个入口合作公司，就是中车常客和中车四方。也就是说，3个头部在每个领域都得互相竞争，想法赢得与中车常客或中车四方的合作，等于有一方是必定要出局的。对安全网我们还找了一个备胎，就是高铁技术实力差不多排在4号位的庞巴迪。庞巴迪的合资公司无论另外3个结果如何都可以直接合作。这意味着就算3方中有2个晋级了，最后还要和我们兜底的庞巴迪比较一下。这么多环节下来，这些巨头只好互相争抢。只要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的谈判队伍也不会太吃亏。比如我们当时和日本谈判时，中方谈判队伍只有30岁上下，日方那边全是老头。有次围绕一个细节，双方谁都不肯让步，精神高度紧绷，投标期限马上就到，如果谈不成，双方都承受不起经济损失。日本代表团威胁要退出谈判，起身要走，我们这边有人被对方一击拿起茶杯摔在地上说，今天如果有人从这个门走出去，就永远不要回来了。结果日本代表竟然就真没敢往门外迈，而是回到了谈判桌上接着谈判。在最艰苦的时段，有一次连续谈了2天2夜，这时候年轻的体力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到最后我们正说着，忽然发现对面日本人不说话了，一看原来是翻译坐着就睡着了。
很多条款基本是熬着争过来的。不过最难的还是德国西门子，因为他们的芬拉红平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谈判风格强势，要价极高，各种技术转条件也特别苛刻。我们的中车常客则选择一边谈德国的西门子，一边跟法国阿尔斯通接触。西门子对 3.9 亿的天价坚持不让步，而距离投标时间只有不到半个月了，德国人依然头很铁，常客索性在阿尔斯通那条线与法国人突然加速，把该谈的全谈完了。当时中方谈判负责人在投标前一天最后一次跟西门子沟通说，不希望看到西门子就此出局，何去何从，给你们5分钟时间，出去再商量一下吧。傲慢的德国人估计也并不想商量，回来后面无表情，仍旧没有一点圆通的余地。忽然中方微笑着说，各位可以订回程的机票了。比较有趣的是，第二天早上西门子仍然不认为自己出，竟然带着未修改的标书来投标了，直到现场确认中方这次确实与阿尔斯通合作了，这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作为4大集团中的最强者反而垫底了，也是唯一一个颗粒无收的集团。谈判团队当场就呆了，回去后一个不剩全被西门子炒了鱿鱼。更惨的是，随后全球各大股市的西门子股票暴跌，这个倒是很少有人预料到了，因为我们持续建高铁速度很快，后来西门子又有了机会，不过只能认怂了，谈判也弱势了，技术转让费由 3.9 亿欧元被我们砍到了只有8000万欧元，现在来看好像一切是水到渠成。但是在2003年时，这个战略结构设计是极其智慧的。比如在内燃机汽车时代，我们的汽车工业一直没法领先世界，就是因为中外合资公司都只引进产品，很难引进关键技术。因为往往前线谈得很焦灼时，总有其他同行说和我们合作，我们不要技术，只要引进产品就行。其实当时高铁4巨头的核心技术各有千秋，彼此之间肯定是不会转移的。但对于03年的中国肯定是没有太多戒备，多年后中国高铁能在全球4面出击，所向披靡，是绝对想象不到的，更对中国速度以及强大的科研凝聚力一无所知。在引进学习的过程中，50多名院士挑头，各大高校15万科研人员闻风而动，一边快速消化，一边在核心技术上克难攻坚，一气呵成，只用6年时间跨过了发达国家高铁40年的发展道路。当然我们历史上科研速度还有更惊人的，比如1年时间突破氢弹原理，速度远超其他的核大国。大家可以关注啊，有机会我也会讲。那为什么我们发展高铁要动用这么多的科研力量呢？这2年还有一些专家反复论证高铁在给经济拖后腿，票价不变，持续亏损，债务还高，论证方法就是各种算车票的收入。当然我发现其中同样的作者10年前还说过高铁不是铁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16年前呢则说过就不该建高铁，那为啥非要这样？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且不说高铁是民众切身利益的工程，哪怕只看负债问题，大家可以看交大陈鑫老师这篇文章，负债总量并不是衡量财务风险的合适指标。而且如果去看报表，东铁总近年来基本维持在微利状况，利息支出的缺口也并不大，杠杆水平也是稳定的，后续地方政府参与投资的积极性也会更高。那这里我也提供一些其他角度。首先，高铁光零部件就55万个，设计的产业链非常复杂，一个高铁产业带动了非常多的高端制造公司的研发能力，各种高精度的传感器更是物联网时代的基础，甚至连高铁的水泥技术要求都很高，这些都可以应用到别的行业。而且高铁目前还有非常多的提速空间，因为实验速度很早就过了每小时605公里了，理论实验速度则更高，等再次全面提速后，一定能带来各种新的社会价值。而10年后高铁的极限速度是多少，那是真无法预测了。从更高的国家战略意义来看，未来能源革命即将到来，高铁时代会带来世界格局的再一次变迁。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近几年要这么大力发展光伏？为什么我们在可控核聚变技术上投入那么多？当下特高压与页岩油分别代表中美各自能源方向的最强武器，化石能源的地位是持续减弱的，只能是日暮黄昏。来源多元化的电能将逐渐成为主流，高铁向全球输出的过程，也是推广电力驱动中长距离运输方案的过程，也是组合拳中关键的一环。伴随着高速列车跃动的强有力的脉搏，中华大地上会持续诞生的经济圈更会是重塑世界城市经济格局的起点。全球大陆的高速铁路建设则仍是方兴未艾，但更多的新脉络必将落下中国印记，这些新的丝绸之路也将是压缩时空的惊世通途。